经过这一系列打击，伊朗距离制造核弹还有多长时间？在2021年的时候，伊朗就表示，纳坦兹核设施已经生产出风度为 60% 的浓缩铀，铀产能达到了每小时9克，制造核武器风度需要为 90%， 可以说伊朗距离核武只有一步之遥。于是 B2 征战中东，打击福尔多与纳坦兹核设施。那就目前来看，伊朗想要制造核武还需要多长时间？伊朗核技术是否真的倒退10年？在6月24日，美国多家媒体爆出，美国一份初步情报评估报告显示，空袭并没有完全摧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，甚至有消息称，伊朗的离心机大多完好无损，在美军发起空袭前就已经将浓缩铀转移出相关设施。美军的袭击只是将伊朗的核计划往后推了几个月。对于美媒的说法，特朗普则发文驳斥这是假新闻，并强调核设施已经被摧毁，伊朗没有足够的时间撤出装备。6月25日，特朗普在北约海牙峰会现场表示，伊朗核计划已倒退10年。就火力军来看，特朗普说的重创伊朗核设施的确是真的，不过伊朗核计划倒退10年就稍微有点夸张了。根据 CNN 的报道，特朗普在发动打击的数日前就已经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，向媒体宣布将在2周内决定是否动武，目的是误导伊朗，掩盖真实计划。这个报道的确没什么问题。B2需要进行数周的准备，不仅包括制定飞行计划，还包括准备怎么吃饭等等。特朗普这是故不淹目，通过战略欺敌为行动争取时间。考虑到 GBU 武器的性能，重创福尔多核设施没一点问题。纳坦兹已经被打漏了，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消息，已经造成局部污染和化学危害。除了核设施被炸，伊朗的技术人员也遭受重创。6月24日，美媒援引以色列驻法国大使乔舒亚·扎尔卡的话报道，在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，至少14名伊朗物理学家和核工程师死亡。这些人都是伊朗的顶尖科研人员，几乎掌握了所有核心知识。整个科学家团队的消失，让伊朗的核计划倒退了好几年，这导致伊朗不能利用残留的核设施和材料制造核武。当然，对于这个观点，也有消息人士反对，伊朗还有其他科学家可以填补这些空缺。就火力军而言，无论伊朗的科学团队是否存在，短时间内伊朗都没办法制造核武，最关键的离心机已经被重创。想要制造核弹，离心机是最关键的。无论是核能发电还是造核弹，都需要一个东西，铀235。只是铀这东西在地壳中少得可怜，铀235只占其中的 0.71%， 绝大部分都是铀238。这家伙不能裂变，只能在一旁看热闹。所以想要能造核弹的高浓度铀，就要用到离心机了。在核工业中，会把天然铀变成一种叫六氟化铀的气体。在伊朗这边，伊斯法罕核设施就是搞这一步的。之后就把气体转入离心机，以每分钟6万到10万转的速度旋转，利用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来分离铀235和铀238，就像洗衣机那样，重一点的铀238会被甩到外面，轻一点的铀235则留在中间。之后就把它们收集起来。伊朗的纳坦兹和福尔多核设施就是进行的这一步。不过铀235和铀238只差了3个中子的质量，分开的难度很高。想要高浓度铀，就需要将离心机串联起来，形成一个足够大的级联系统。前面的离心机将浓度提升一点后，再送给下一台，之后层层递进，也就是人海战术。根据公开的核工程知识来看，次联的基本原理就是从下游到上游，逐级减少离心机数量的锥形设计。比如第一级100台离心机，铀235的浓度提升1点，第二级80台离心机又将浓度提升1点，就这样一直操作，直到达到核弹级别的 90% 浓缩度。具体的配备与参数，各国都不会公开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大概是需要40到50级级联，总共数万台离心机，并且越往后难度越高，需要的离心机数量要求越精确，容错率越低。就像搭积木一样，最开始的时候随便放都不会塌，等到快完成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倒。不过难度越来越高，工作量却是越来越少。从 0.7% 浓缩到 20% 需要的工作量，约等于从 20% 浓缩到 90% 需要的工作量。最难的就是第一步了，后面就相对简单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与美国会觉得伊朗距离核武只有一步之遥。
于是，在6月13日，以色列给伊朗来了一套全身按摩，专炸那些核设施，比如纳坦兹。不过，伊朗也知道自己会挨揍，把那些重要的核设施都建到地下。解决办法也很简单，把电掐了。离心机属于精密设备，最怕的就是断电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一辆速度每小时300公里的汽车，突然踩刹车了会怎么样？答案是失控乱转。离心机呢也是如此，在运行时突然断电，很容易就会损坏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伊朗打击纳坦兹核设施之后，国际原子能机构会站起来表示，伊朗 1.5 万台离心机受损，这并非空口无凭。那本次美伊的空袭对伊朗的损失有多大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离心机，这东西一旦投入使用，就很难再顺利拆卸。伊朗花了10年造出来的离心机，在这几天里没了大部分，多年积累的运行经验全部归零。想要制造核弹，就要重新建造离心机，起步需要至少3至5年的时间，并且还要花钱。每台离心机价值可能数十万美元，总价值几十亿美元。再加上建造核武的设施被毁，伊朗核技术的确有所衰退，但是否倒退10年，谁也不确定。毕竟伊朗有制造离心机的技术，如果选择爆种使劲造的话，也会缩减一定的时间。不过离心机并不是说造就造的，这是核武的核心科技，制造门槛是很高的，材料必须足够硬，还要耐腐蚀，转子必须完美平衡，偏差不能超过头发丝直径的1%，要不然还没开始转就爆炸了。密封性也有要求，必须保证一点都不会泄漏，如果那些有毒气体就会跑出去，都不用以美动手，伊朗的科学团队就没了。既然离心机那么难造，那伊朗的技术是从哪儿来的？伊朗的核技术主要来自美国和巴基斯坦。是的，大家没有看错，其中有个美国。1957年的时候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刚挂牌营业，此时的伊朗还是巴列维时期，与美国的关系相当好。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，也就是通过向非核国家提供有限核技术，以换取这些国家不开发核武器，仅用于和平目的。于是美国向伊朗资助了大量的技术和资金，还顺带给了一些核技术。1957年，美伊合作发起核计划。到1967年，美国还帮助伊朗在德黑兰大学建造了一座5兆瓦核反应堆，并提供了燃料，也就是浓缩铀。除此之外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麻省理工学院还贴心地帮伊朗培养了一批学员，使其成为伊朗核项目的中坚力量，其中包括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·阿克巴尔萨利。法国则是帮助伊朗建立了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，为布什尔反应堆培训技术人员，并协助伊朗发展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核燃料循环。美国也计划允许伊朗在境内使用美国原材料制造浓缩铀，向伊朗提供铀浓缩以及核废料处理技术等。在当时看来，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。1963年，伊朗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；1968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，白纸黑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。不过等到1979年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，巴列维王朝被推翻，美伊联盟瓦解，伊朗核项目陷入停滞。好消息是，霍梅尼最开始的时候不接受核设施，甚至非常敌视。布什尔未完工的核电站被改为农业设施。霍梅尼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。在两伊战争期间，伊拉克多次轰炸布什尔未完工的核电站，战争也给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电力断缺。伊朗认识到了核设施的价值，决定恢复核计划。20世纪90年代，伊朗找上了俄罗斯，双方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，重建伊朗首座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。于是美国不愿意了，把伊朗塞进了邪恶轴心。随着伊朗计划加速，以色列也开始担心了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以色列就表示伊朗正在秘密发展核武器。1992年，时任以色列议会议员的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预测，伊朗将在3至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核武器的能力。21世纪初，伊朗开始建造数千台离心机，用于浓缩铀。当时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坚称，伊朗有权开展核计划。后面大家也都知道了，随着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，伊朗顶不住了，国家经济太过拉胯，于是悄悄和美国会面。最终在2015年，伊朗与英法德美等国家达成协议，未来15年，伊朗停止提炼浓度 3.67% 以上的浓缩铀，国际制裁随即解除，伊朗经济开始复苏。表面上伊朗满口答应，
但是在背地里却在偷偷造核武。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发现后，伊朗核问题正式浮出水面，美国重新对伊朗展开制裁。一直到2025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，伊朗在2021年4月开始进行纯度高达 60% 的铀浓缩，并在2023年和2025年期间，伊朗的浓缩铀丰度继续提升，达到了 84%， 接近核武浓缩铀的标准。于是本次以冲突爆发，美国下场轰炸福尔多。不过这里有个问题，核技术是美国给伊朗的，那伊朗的离心机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就要聊到另一个主角了，巴基斯坦和卡迪尔汗。关于伊朗的离心机，就要聊到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。1974年，印度开始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印度就一直秘密进行核试验研制工作。作为老对头，巴基斯坦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自己也要有核武，于是启动了自己的核计划。但核武这东西，国际管制太严格，买不到，没人教。没办法，巴基斯坦开始了自己连学带偷的道路，其中关键人物就是巴基斯坦的阿卜杜勒·卡迪尔汗。1972年，卡迪尔汗在比利时鲁文天主教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，之后在荷兰的一家铀浓缩厂找到了一份冶金工业师的工作。紧接着，在中央情报局和荷兰情报部门的监视下，卡迪尔汗盗窃了离心机的设计，并与家人一起安全地回到了巴基斯坦。期间发生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但事实就是，巴基斯坦获得了制造核武的核心技术，并开始在黑市购买需要的零配件。这种事情自然也瞒不住美国。不过在1980年，苏联入侵阿富汗，巴基斯坦更加不安，于是美国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援助。对于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发展，也选择默许和无视。只是美国也没想到，巴基斯坦不光吸收核技术，还把核技术出售给别人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卡迪尔汗购买的零配件是巴基斯坦核项目的1倍，然后把这些多出来的配件卖给其他国家。买家是谁？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，没错，就是伊朗。1987年，卡迪尔汗与伊朗进行了首次接触，到20世纪末，已经向伊朗交付了2000多个离心机零部件，以进行铀浓缩。后来朝鲜、利比亚也成立卡迪尔汗的客户，其中朝鲜提供导弹，伊朗提供油气资源，利比亚提供金钱。对于巴基斯坦来说，核技术本来就是偷来的，拿出去卖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把水搅浑就没有那么多人操心自己了。对于伊朗来说，这些离心机的技术帮大忙了。伊朗离心机技术的核心基础就是巴基斯坦的 P1， 在获得关键技术图纸和核心部件后，伊朗以 P1 为原型，逆向开发出早期国产的 IR1 型离心机，之后更是一步步升级到 IR6 型，浓缩效率达到 IR1 型的10倍。至于离心机轴承、真空泵等关键部件，则是伊朗革命卫队通过全球黑市走私，欧洲、俄罗斯为主要来源地，并且有消息称，伊朗和俄罗斯达成协议，用无人机生产线交换离心机超导磁体技术。就这样，在巴基斯坦的技术以及全球黑市的支持下，伊朗核武之路正式走上正轨。不过保密工作没有做好，被抓了一个现行。先是伊朗国内流亡组织爆料，接着利比亚卡扎菲为减轻制裁，将卡迪尔汗和相关核计划全盘托出。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后，证据确凿，伊朗只能承认。至此，伊朗核问题正式曝光，紧接着就是各种制裁与谈判。从2006年开始，联合国就对伊朗展开制裁，从禁止核技术物资出口到冻结相关财产，再到武器禁运、金融旅行禁令，美国和欧盟也紧跟其后。直到2015年，伊朗扛不住了，与美英德法等国签署核协议，大部分制裁都暂停了。只是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伊朗还是没有放弃核武。2018年，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查到了德黑兰一个不起眼的商业仓库，在内鬼的帮助下，从伊朗境内偷运出来大批机密资料。内塔尼亚胡旋即召开发布会，公布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详细证据。在德黑兰附近的帕尔钦军事基地，还有伊朗用于核试验的高爆试验金属舱。于是美国再次对伊朗展开制裁，双方一直纠缠到2025年，并造成了现在的结果。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发展，伊朗现在有核武器吗？火力军的看法是没有。5月31日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一则报告，截至5月17日，伊朗已经拥有 408.6 公斤的浓缩铀，丰度达到 60%。但是在2月份的时候，这个数字还只是 274.8 公斤。也就是说，
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储量就增长了 50%。而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，42公斤纯度为 60% 的浓缩铀，如果进一步浓缩，就可以制造一枚核弹。而从 60% 的丰度提升到 90%， 只是一个短时间内的技术问题。408.6 公斤的铀已经够伊朗造9枚核弹了。当然，如果伊朗真的有核弹，肯定会进行试爆。现在没有进行，也就证明没有造出来。或许是浓度问题，也或许是其他问题。但无论什么原因，经过以色列与美国的打击，伊朗造出核武的时间又要推迟好几年。目前以色列正在追踪伊朗这400公斤浓缩铀，并已经掌握重要情报。接下来就是摧毁伊朗全部的浓缩铀，将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彻底清零。到这儿就有另一个问题了，同样都是制造核弹，面对朝鲜的核武器，美国没有出手，仅仅是制裁；面对伊朗制造核武器，美国却选择重拳出击，这是为什么？朝鲜的核技术来自苏联。20世纪60年代，苏联向朝鲜提供了基本核技术，援建了宁边核研究中心，提供了1台5兆瓦的清水研究反应堆，并给朝鲜培养了一些人才。不过更进一步的援助就没了。后面就是1974年，朝鲜主动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，之后也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。不过朝鲜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其他人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为了不扩散核武器，但朝鲜加入是为了获取核技术。当然，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会给，但朝鲜有间谍。20世纪80年代，朝鲜在宁边开始建设重水反应堆，目的就是收集布。在2000年前后，当国际观察员就朝鲜核武前往检查时，发现在宁边的布处理工厂就是按照比利时的设计建造的。至于离心机技术，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也是从巴基斯坦获得的。宁边核设施的离心机设计与巴基斯坦 P1 型一致，所有的必要操作都有了，朝鲜就能造核武了。美国发现之后，自然也开始了谈判，但朝鲜这边很强硬，无论如何都要造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朝鲜天灾人祸不断，被迫推行先军政治，将 70% 的工业产能集中于军工，全国仅维持少量化肥厂、纺织厂等基础民生生产。虽然导致一系列问题，但核研发也没有停止。朝鲜视核武为政权生存唯一出路。在此期间，美国与朝鲜进行了多轮谈判，也签署了不少协议，但都没什么用。最终在2007年，朝鲜进行第一次核武器试验，进入有核国家俱乐部。美国对其展开新一轮制裁，并冻结其在亚洲三角洲银行的账户。但朝鲜本来就不管国际制裁，自己过自己的。观察朝鲜获得核武器的过程，就能发现伊朗的问题。第一点，伊朗内部存在矛盾，因为经济拉胯。这些年来，亲美派不断增长，反对核武的声音也居高不下。火帝军估计，摩萨德之所以可以将伊朗渗透成筛子，这些人出了不少力。在研发进度与内部秘密频繁泄露的情况下，定点清除少不了。在这种情况，制造核弹的速度很慢。相比之下，朝鲜是真团结，直接就是金正恩的一言堂，谁要是敢提亲美，就是直接炮决。第二点就是环境因素。自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，伊朗就到处树敌，周边全是敌人，2天一小打，3天一大打，所以伊朗核武的路走得并不顺利。朝鲜则是背靠中俄，之前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都开到朝鲜家门口了，但一直没有动手，万一出现点意外就不好看了。并且朝鲜内部的保密程度极高，外人没办法加入，获取详细信息的难度很高。而且朝鲜与韩国距离太近了，朝鲜的看法就是你打我，我就打韩国，这也相当难办。韩国首都首尔离边境线只有40公里，朝鲜的远程火炮加火箭弹群齐射就可以重创首尔，一直没办法动手。之后朝鲜公布可以打到美国领土的导弹之后，就更不好动手了。而伊朗这边背后没人，环境太差，内部呢也不团结，建造速度慢很正常，加上对以色列有威胁，美国不打伊朗才怪。总的来说，如果对袭击结果没有信心，特朗普就不会下令发动袭击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伊朗的核设施已经遭受重创，制造核武器的时间也被延后。按照特朗普的想法，打完伊朗之后就要再给一个甜枣，也就是和谈。在 B2 打击福尔多核设施之后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表示，美国正同伊朗开展直接和间接接触，很有信心能与伊朗达成全面和平协议。特朗普也表示，伊朗想要恢复与美国的关系，我认为我们最终会与伊朗建立关系。不过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打击核设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
只要给伊朗时间，还是能建造核武，毕竟技术底子还在。在核问题上，双方依旧存在不可调节的矛盾。按照特朗普的说法，未来美国仍不会允许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。如果伊朗重启核计划，美国会再次发动袭击。而在6月25日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增强了伊朗推进核计划的决心。伊朗没有人愿意放弃核技术，甚至对外表示，伊朗未来对核计划及核不扩散体系的看法将发生变化，就差明说我要造核弹。这点与美国的想法完全相反。如果美伊双方不能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，恢复关系也只是一句空话。中东局势未来会如何发展，依旧是一团迷雾。火力军将持续关注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伊朗建造核武器还要多长时间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